之前说这个房价会暴跌，不是很有人愿意相信，因为中国人被绑架在房地产身上已经很多年了。大家都认为房地产、房贷跟银行之间的关系，银行跟共军之间的关系，对吧？非常的紧密。那么共军会完全控制住整个房地产市场，让它进入一个不涨价，慢慢的往下跌，进入这么一个完全被政府控制的这么一个通道，这是比较现实的。出现暴跌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国际意义上的定义的暴跌分3个阶段。那么房价调整，房价崩盘，这个房价投降，就最后一个观点可能说法，国内可能不太容易接受，源于这个古罗马时期的克拉苏，对吧？克拉苏当时被认为是当年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成功的房地产商，他收购房的基本上是比较奇特的一个方式，他是以灭火来收购房产。每当一座房屋失火的时候，他会带着消防队和钱站在屋主的面前。屋主有2个选择，那一个选择是低价把房卖给克拉苏，克拉苏给你钱，然后让人灭火。那另外一个就是眼看着你的房子化为灰烬，对吧？所以那么一直流传下来一个说法叫房价投降。中国呢，肯定有很多人都在想，房价要是真有投降的那一天，那共军的统治就崩盘了，所以认为不可能出现暴跌。其实我们也知道，从习胖提出这个房住不炒，对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就是以他的这种口语来定一个国策，他甚至认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也知道，依据政府的这些调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房价出现暴跌，但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已经不是小道消息了。这是类似于像腾讯这一类的媒体开始推送的消息。前面我们知道有一个天津融创，那么现在又出现了济南的恒大，都是那种房价调整为就下调40%到50%。你说这还不算暴跌呢？什么叫暴跌呢？对不对？美国2019年的2季度，海外资本购入的美国房产大概是126亿，那么撤离美国的海外购房资金是130多亿美金。那么出现2013年以来的一个逆转，就被很多国家甚至中国的媒体认为是暴跌了，暴跌的信号。仅仅是买房的资金和撤离房地产市场的资金相差几亿美金，就已经叫成这样了。那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出现房价下跌40%到50%的这种楼盘，而且已经不是鹤岗这样的小城市了，为什么大家还不愿意正视它呢？对吧？人们都抱了一个幻想，认为这些企业不管怎么说，它不可能对抗政府。明知道房价暴跌会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丧失，会直接影响到银行，那银行都是国家的，对吧？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有很多知名的房地产企业，他们是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的。国内的银行、国内的私募资本，他们可以赖账，可以拖欠，可以违约。那么海外的这些投资，他们想违约
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这些企业在海外同样也有资产配置，最起码他们的头头脑脑在海外都是有资产的他不会因为企业的这个死活而把个人身家性命都捆上去。连续几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的企业高管，包括创始人，都在不断的从股票市场上抽逃自己的资本，甚至在法律明显禁止的情况下，他们采取股票质押的方式在抽逃资本。这就说明对整个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期这些人其实是很聪明的，他们已经做好了撤离的准备。其实从今年6月份开始，合肥已经开始有国有的银行暂停向二手房发放房贷了。6月份有4家银行已经暂停了二手房的房贷，那么到8月份增加到12家，9月份增加到16家，也就意味着在合肥炒房的这些人基本上都困住了。今后这样的城市会越来越多，因为每一个城市当中央给他们一城一策的这个权利的时候，他们都在非常宽松的放开入籍的条件、落户的条件。那么在银行上面也做了一些资金上配套的扶持，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购买他们的房产，以求本地区财政上的宽松。但是一旦房价出现波动，尤其是向下的趋势不可遏制了，其实这些城市也会出台类似的政策来冻结房地产的交易。原先炒房的人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撤离的这种信心逐渐会演化为行动。因为我们知道，你任何一个炒房的人在买房的时候，资金持有的成本大概是5%，房屋的折旧大概是3%到5%，你算它4%是吧？那么平均下来，每年的持有成本是9%。哪个城市现在能涨到9%啊？对不对？你说你把房子出租，以上海为例，那么出租房的收益大概占到房价的1.2%，这还没算明年极有可能就要征收的房地产税。那房地产税有可能就1.2%，对吧？那么持有房的越多，你被困的资金以及未来的预期就会越不理想，越灰暗。现在周边国家呢，倒还有一些机会。中国已经有很多资本开始往周边国家去投放了，是吧？小一点的国家泰国呀、越南柬埔寨老挝到处你都能看到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买地的、租地的、盖房的、卖给中国人的、卖给中国的商铺、卖给中国人的住宅。当然了，我们也看到这个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因为前期有一些企业投资过大因为政府的这个领导人的更迭，人家国策改了，对吧？不仅房子没办法卖了，投资收不回来，而且还出现了中国工人在海外维权要这个工资的这些现象，甚至还有一些当地的雇员也参与了维权这些丑闻其实在其他国家都已经逐渐的被捅出来了，对吧？都成丑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人总是在想有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因为你手上抓着人民币，你换不成美元，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让自己更为放心，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让你非常轻松的觉得你能投资10年8年，没有任何顾虑，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在周边国家出现的这些投资，就比较保险了。最起码人家即便以后变现，它也是变成外币，对吧？它不是人民币，人民币即便崩盘了，跟它也没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售自己的房产，哪怕到周边国家去做一些投资，哪怕是很笨的去买点房，一来成本不大，二来变现的时候可以是外汇，三来在国内他也真的找不到他可以投资的东西了。原先还可以说是吧，投资到一些小众的期货上可以拉动一下。那么2015年以后，因为2015股灾的问题，全国范围内都在遏制这种恶性的炒作。那么猪瘟发生以后，你想投资到养猪业，可能也没有这种胆子，因为中国人一直有根深蒂固的这么一个畜牧业，涉及到畜牧业的这么一个观念家有千万带毛都不算。所以呢，针对像猪瘟这种一弄就30-40年都清除不干净的这种疫情没有人敢真正放开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投资渠道越来越少，原先靠炒房的这些人其实已经没有路走了。4年前开始出手内地房地产的是李嘉诚，4年来无数的人在跟着他学。我知道这个国家总体的投资意愿还是在普通老百姓手上，因为他们每一个人被捆绑成房奴，那么多少有点钱的人成为炒房客他们认为中央政权不会坐视着房价出现暴跌，但是现在真的一点希望都看不到了。如果说每一个城市都非要等到对二手房冻结了贷款对小产权开始进行没有任何补偿的拆迁，才能完全影响到炒房客的这个投资策略。我觉得这是一个过于美化的想法。其实在整个国家中已经有太多的人行动起来了，现在你不动如山，最终后悔的只能是你自己。那么如果说涉及到房产这一块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需要左思右想，需要跟家人去商量，其实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因为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开始推送的消息正好比较密集，不要再忽视这一点了。关于房价的问题，关于中国的房价能不能继续稳定，哪怕不出现暴跌就可以抱这种想法的人其实有很多，但是时间越来越不等人了。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把非自住的房子赶紧抛掉为好，不要再抱这些过于偏离国情的这些想法了。祝大家好运，再见。